他经常会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，不知道自言自语的在读。智商低下这么一些倾向，小时候竟是出了问题，所以才被领养家庭。你在老街那个花花世界一直至今，你们俩根本不……他们怀疑他可能是智障。安迪想，在小区门口看到的不可能是起点。起点现在国外出差，早上才刚刚通过电话，说还要2天才回，所以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那么刚才看见起点，只是安迪的错觉，还是所有的怀疑都是真的？他和弟弟一样，血液里自带着精神病因子，所以才会在这种时候出现幻觉。亦或是潜伏在自己身体里多年的疯癫基因终于爆发了吗？他不停地深呼吸，试图掩盖这种恐惧。安迪，安迪，是我呀！怎么了，安迪？你怎么了？安迪，你把车门打开。安迪，你看看，是我，起点。你开开门，我是起点啊。我。安迪，你怎么了，安迪？你回来了。对啊，我想早点见到你，所以就忙完手里的事儿，提前回来了。所以我刚才看到你看我，在喊我都是真的。是啊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当然都是真的。安迪，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刚才去老谭那儿了，我弟弟找到了。真的？消息确实吗？需要我做点什么？确实是我弟弟，而且情况不太妙，他精神有问题。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。安迪，你别……我真的需要梳理一下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去想别的事情。Sorry。安迪。安迪，
你没事吧？你吃过饭了吗？给我消息，跟我说说话，我很担心你。我在你家楼下。Andy， 我想你。Andy， 我想你。安迪心中乱作一团，找到弟弟本该是一件开心的事，但确认弟弟精神有问题，却在他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。无论如何，作为自己唯一的亲人，安迪都不能允许再让弟弟孤身一人。还有起点，这个在他感情世界里掀起波澜的男人，又该如何去面对？这一切的一切，连同对自己的怀疑，全都缠绕在一起，让安迪心慌意乱，难以抉择。安迪，老谭，我想好了，我明天就去岱山。明天就去？对，明天。我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我要尽快把我弟弟接回来。可今天不都说好了吗？你弟弟那边得给他有个心理准备的时间，还有养老院那边也得让老严提前去安排一下。明天就去，是不是太突然？我知道这样很突然，但是我已经知道了我弟弟的下落，我就忍不住的想去见他。他从小一个人长大，又被推来送去这么多次，想也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。我就想去告诉他，他也有家人，有人关心他，在意他。我不想再让他自己一个人，哪怕多一天的时间，我也想跟他在一起。养老院那边，我会去解释，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明天一早让老严先去一趟。你在家等我消息，做好出发的准备。谢谢你，老谭。少跟我瞎客气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不要多想。好，早点休息。好。老严已与那边联系好，可以出发了。
喂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电话不接 ，Facebook 不上，短信不回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隐身中。哎，在哪隐身？不是被我抓到显形了吗？怎么那么无赖？发现不无赖没有出路了。听着，不管你今天去哪，我都要跟着你，绝对不会再给你躲避我的机会。可是我今天跟老谭说了，我要去接我弟弟。那我就陪你一块儿去。不好意思，我好不容易把时间调出来，路上还要打几个电话谈几件事情，所以必须由你开车。有问题吗？有。你为什么要陪我去？这个，我路上再告诉你。我是守株待兔，守在你的车子边上才把你抓到的。假如你不带我去可以，那我就一直在这等着，直到把你等回来。你看着办吧。还有啊，接你弟弟，就你这样认得路吗？地址呢？这样，车开我的，马力大，避震性很好，跑长途方便。出门之后呢，左拐上高架，笔直往城外开。路上车多，注意保持车距。还有啊，出了城之后，小心干货车。这是我在国外路上听到的，还挺有感触的，跟你分享。你慢慢听，我先工作了。在你身后，岁月的眼模糊淡忘爱的温柔，在你身后陪着你感受爱情的誓言，从未想过轻易的放手。陪你左右，陪你慢慢的走，不管你爱我多久，不肯放手。陪你左右，我爱的太不够，虽然我一直在身后，却让你泪流。听说你选上了博鳌理事会，很忙啊。入乡随俗挺快的嘛，刚回来的时候连话都说不利落，现在连博鳌都让你调戏上了。岂止，我还学会了麦兜语录、小新语录。小新是谁？蜡笔小新啊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？太落后了。我邻居的那4个女孩随时能教我很多东西。我住那真是住对了。不过我会背原版的 Garfield 语录，他们不会。背那个干嘛？折腾脑袋。我不像你，能够把那么简单的词汇变那么幽默。我呢，只能生吞活剥别人的牙慧。
不过我坚持每天看2小时书，所以在谈判的时候，偶尔说出一句“你难道割下我的一磅肉吗”，简直事半功倍。原来如此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，你听了之后千万不要生气。像你这么聪明漂亮又没有残疾的女孩子，应该很快就被人抱养走了，怎么会对福利院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呢？你不了解福利院的孩子，很孤单，非常缺乏安全感。每当有人想要来领养孩子，院里的那些孩子就会一拥而上的围住他们，非常的亲热。往往那个时候，领养人都会哭了，他会在那一群小孩当中选一个最亲、最可爱的，把这称之为有缘。坏就坏在我那个时候已经有记忆了。我觉得留在福利院比跟着新爸妈走更有安全感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都会让自己躲得远远的。聪明要强，这却是你的性格。那进福利院之前呢，你还记得多少？一点都不记得。很奇怪，我的记忆是从福利院开始的，我的父母是谁，我怎么进的福利院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有个弟弟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很羡慕小关和小曲。小关一看就是从小到大就被父母呵护着的，而小曲呢，他父母一直很宠爱他，他还说他爸爸虐待他。你千万小心，别让别人走漏了风声。虽然知道过去的事儿的人不多，能联想到安迪的人更少，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安迪不仅是我重金请来的 CFO， 更是我多年的朋友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冒任何风险。这样吧，你争取让他带着他弟弟尽快离开那儿，越少接触那边就越安全，千万不能让安迪发现任何端倪。你看了那么多书，最喜欢哪个作者呀Mansa Olson， 我喜欢跟随他强大的逻辑，一直被牵引到最后的结果。不过你要说小说的作者，我还真的没有特别喜欢的，特别是童话作者。我很庆幸我小时候没有书看，没有被那些童话里混乱的思维所影响。不过想一想，跟我同龄的女孩，有很多都还在靠父母生活，而我已经能够有能力去抚养我的弟弟，还是值得骄傲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提3点建议：一，我们领了人就走，不在岱山停留；二，如果看到你弟弟跟你有相似的地方，不要胡乱联想，不要举一反三；第三，如果有情绪，立刻告诉我，不要见外，我很乐意帮你分担。OK？ OK。看着身旁的起点，安迪像是突然有了依靠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前方等待着安迪的是久违的故乡、陌生的弟弟和未知的前途。但此时此刻，面对这个人，安迪却更愿意去相信、去坦白、去尝试。起点，别回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不是一直在等我的答案吗 Andy， 我现在就给你答案。你别说，不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我才找到我弟弟，我弟弟又是那个样子，我根本就没有精力、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。Andy， 你这样说不公平。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你不能因为你弟弟，不能因为你心里害怕，就给我这样的答案。这样对你才公平。
明白，安迪。我明明很生气、很郁闷，可是我只要看到你的眼睛，我就什么也不舍得做，不舍得骂你，不舍得逼你，不舍得看到你哪怕有一丝的为难。我亲眼见证了你的历史，还有你的故事，想不想听听我的？我是白手起家的，从出生到赚到第一桶金，我用了30年。好在人生钱很难，钱生钱却很容易。我敢赌，肯干，运气也不错。短短几年，我就积累了不少身家。那个时候，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。后来你就遇到金融风暴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我急得头发都白了，我赔光了所有家产，甚至差点把自己也折进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知道2件事：第一，人生苦短，充满变数，只要遇到自己喜欢的，就要紧紧抓住，绝不放手。第二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一定要坚持往前走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如意的时候，你不用费力诋毁你自己，更不用费力把我推开。我之所以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你不用自责，也不用考虑我心里怎么想。比起你所害怕的那些可能，我更不愿意失去你。Andy， 你要怎样才肯直视我的心意？还是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，在你眼里就是一个笑话？不是这个原因。我承认，我的确对你有好感，但是我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懂得怎么去爱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受别人的爱。一个人的日子惯了，身边突然多出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受。还有我弟弟，我本来以为找到他，把他带回家，可以给他最好的生活。可是现在你也看见了，这根本就是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没关系，你弟弟并不可怕，谈恋爱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真要说起来，比你处理那些并购案子要简单得多。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情，你我智商那么高，还能办不到吗？所以 Andy， 未知并不可怕，不要因为恐惧就拒绝我。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紧紧抓着你，陪你一起走下去，我们一起寻找答案，好吗？快上车吧，冷死了。